AIT 主席罗森伯格今年来台湾3次了，以前没这么频繁。不过也有说因为选举年嘛那看这次跟侯友宜、跟柯文哲、跟这个赖清德都见面了他特别讲，他要支持两岸展开对话，不支持台独那为什么这时候强调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给赖清德当头棒喝，老美不支持台独你不要到时候嘴巴日日夜夜想着台独，只是嘴巴不说而已那另外呢，也是不愿意开辟第3个战场，因为已经俄乌老美已经很头痛了，武器都打光了，然后再来这个哈马斯又来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如果这里再发生问题，在这个时候你再给我惹事，老美虽然嘴巴讲我可以打3个大战，但是会打得很辛苦所以呢，这时候台海最好平静一点，不要这个有任何的这个变化，不要有任何的变动所以英国金融时报也说1月就报道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恐怕让美国很担忧了，所以美国3不5时就要说一次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独那好，侯友宜就问了，说美国都说不支持台独了赖清德你支持吗？你要不要说你也不支持为什么你不说呢那国民党立委是说呢，李德伟说对台独的金孙下通牒了你要小心那另外呢，这个APEC 峰会也要登场了，因为老美是希望能够跟习近平能够见个面，拜登，所以也要抢先管控分歧，不要在那边给我惹事了，惹事他不高兴，惹了事美国又不能不表态，不能不介入，一表态搞不好北京又不高兴了，所以这个最好不要讲，最好不要讲。那另外呢，说国防部报告美国了，说中国已经拥有500枚核弹头，而且会持续发展，所以呢，这个要力主华府介入台海。我不相信老共会用核弹打台湾了是不可能的。如果老共敢用1颗核弹打台湾，他就是习近平就是千古罪人但是呢，他要防止华府介入，威胁你美国，你美国有5000颗对不对？我有500颗，我很快有1000颗了另外呢，美国说共击扰台次数暴增79%，邱国正说我们加强监控，有看到。中国时报社论说呢，2场残酷的战争，刚刚讲俄乌战争跟以色列巴勒斯坦战争，给台湾的警惕台湾愿意到时候陷入战争的这种恐怖的状况吗？来，这个蔡伟，这个其实因为俄乌战争其实打了这么久其实也都看起来没有结束的迹象。那美国已经援助它非常多了，那现在又加上这个叫做以哈的冲突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一个冲突，那美国拜登也就是说，他要金援这个1000亿来支援这3个国家，为什么要把台湾扯进来？那个乌克兰，然后以色列，然后台湾，那当然就是他也不希望就是说，中共这个时候趁势，因为像这种以哈马斯这种地方组织，其实地方上面不和已经是很久了，但是真的以色列为什么在这一次里头都没有警觉到？那他的这个那个所谓的他部署了这个什么琼英这系统，铁穹系统，为什么会没有监测到？显然看起来美国应该也觉得很懊恼，那以色列也觉得他基本上他就以科技闻名的，我相信他这时候应该也会非常的懊恼，说为什么他没有侦测到所以当然这个罗森伯格来9个月来台湾3次当然第一个也是因为总统大选的年龄到了，第二他当然是要确保因为里头有一个非常让大家很不安心的一个台独分子就是赖清德，所以他可能恐怕我干脆常常来住在台湾算了就是随时耳提面命这个赖清德不要轻举妄动那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他也是想要给对岸中共要好好的那个就是说我们也有去看着你虽然整个现在这俄乌的局势不稳定，中东的这个局势也相对的不稳定但是这时候拜托或者是也是要给对方中共警告说你千万不要乱来但是对美国来讲，他可能如果他美国要支援在整个国际上面3个地方，我觉得他应该是相当的吃力了所以这个罗森伯格恐怕也是常常要坐镇台湾，不只是要那个耳提面命赖清德，当然也是要跟对方也是我想也是一种信心喊话。来佩芬，
罗森伯格他是今年3月上任的，但其实他一上任，下个月4月就来台湾，当时我有跟他见过面。那再来呢，他这个6月也再一次来，10月又再一次来。他每一次来的时候呢，都一定会很平均的见我们每一位的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其实呢，他们的态度一直都是非常的明确的，他不会去介入台湾的总统大选。没错，台湾人在选举的时候都会去看美国的态度，都去臆测说美国这一次比较支持谁，比较喜欢谁。可是站在美国官方的立场来讲呢，他基本上就是大家平等的对待，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说，例如说什么打脸赖清德啊，要来监督赖清德这样的说法。其实罗森伯格他作为 AIT 主席，他讲话都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四平八稳他就会继续在强调说国务院强调过的事情，包括说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啊，坚若磐石啊，就反对这个改变两岸的现状啊等等的，这其实就是他官方的一套。那罗森伯格一再的来台湾，以及甚至呢，我们几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到了美国的时候，都有跟他见面，其实也是要表达说，他们跟台湾的各个政党其实都有保持一个畅通的管道。那至于各个政党的立场，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了解的状态。其实，与其说罗森伯格来台湾是要针对监督哪一个候选人，或者是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是在强调一个台湾跟美国之间这样子一个官方的关系，还有很多的私人民间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维持通畅的。尤其我们从刚才讲到现在包括说俄乌战争正在进行中，然后呢，还有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其实全世界非常纷纷扰扰的情况之下，在他们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第一刻，就有人开始臆测说，那台湾海峡呢，台海的安全呢？那这个时候罗森伯格又再一次的来台湾，我想其实也是要表达说，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支持，还有就是看着中共的一举一动这样的一个决心，这样的一个坚持，其实仍然是没有变的。没有人希望有第3条战线，但是呢，如果中共轻举妄动的话，我想台湾、美国其他的国家也不会让中共很容易的轻易得逞的。不是，我觉得 Rosenberg 绝对不是说自动说现在以哈啦这个乌克兰这个情况为己，我去走一趟。我觉得他不会无事找事做，一定上级有训令说你去走一趟，把这些安踏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Rosenberg 的上级对台湾也太不了解了。台湾这3个候选人，郭董就不算了，这3个人哪有人敢趁机乱动一场？是，对啊，美国人真的太不了解中国，这3个都是没胆没种的但是呢，我觉得侯友宜趁机校正，我觉得他校正校得更不好。他说罗森伯格反对台独，那你呢？你呢？不支持，不是反对，不支持。不是，我觉得侯友宜这个就是非常粗糙、非常表面，表示你没有深入研究的喊话。你应该趁这个机会讲你的主张跟罗森伯格的主张有没有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整个光谱里头，老共说你以美谋独，我要的是一中精神。那老美讲的就是说3法几个公报，3公报，1法3公报，里面下面的一中政策，跟一中精神、一中政策，还有你们民进党，尤其是这个激进分子想要追求的台独这一段里头，就是民进党蠢蠢欲动，每次让老共 keep on by 这个小动作嘛。那这个赖清德应该借这个机会，因为赖清德已经讲过了，台独不是选项，我不会走台独路子，我不是台独精孙。他已经讲过好几次，你侯友宜干嘛校正？他已经说他不是啦。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趁这个机会解释，老美为什么担心，我什么不会做，我什么会做。那侯友宜应该更进一步逼他，你这骗票嘛，你这个到美国讲一套，在国内讲一套，不同的场合又讲另一套。我觉得这一场大家两边可以展现深度，可以展现对岸政策的2个人到底谁高谁低，这一场可以好好辩论的东西。但是2个候选人都不及格，但是是不同层次的不及格。不过老沈，很多时候光讲一次是不够的。李登辉讲了108次我不是台独，他最后还是，对不对？你太太年轻的时候跟你谈恋爱有没有问你爱不爱我啊？
讲一次就够了，不是每天都要问你爱不爱啊？哦，怎么讲一次？你就错了。通常一对恩爱夫妻啊，刚结婚的时候不太问的哦，越老问得越好了，凶。不管了。你的意思说，你太太现在天天问你，是不是？不是，接下来再回来啊！我跟你讲，好，赖清德昨天提出来他的第2次能源转型哈，然后2026到2050要去碳化，到了最后哈，60到70都是绿电，哦，然后9到12%的氢能，20到27%的燃气啊，本来燃气到50%嘛，要变成20、27%的燃气啊。那但是呢，你26、30还是50%的燃气，那就有人提出来质疑了，侯友宜质疑了，你放在哪里？你50%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哦，你有主气槽吗？你现在什么这几阶都受到各种阻力哈。那另外专家也说哦，说这个比例是有问题的，尤其那个氢能，那个氢能哦，你是要裂解水哈，你还是用绿能去裂解氢能，你还是用能去裂解能，所以这个呢好像也不太对啊。另外呢，说离岸风电比较可靠啊，反正专家有不同的意见啊。侯友宜质疑天然气存量不足，2周都不够，是国安问题。每天又说老公要打我们，又说这个天然气存量只放两个礼拜，你到时候怎么办？打起来怎么办啊？那另外呢，现在又搞了一个 SRF， 就拼绿电材，就是把所有的各种废料，特别是什么工程废料、什么世界废弃废料，都把它剁碎拿去烧哦。那烧什么？没有人管，那中间可能有毒啊，会有毒啊。一般的焚化炉，因为现在各种焚化炉都已经到了那个要保养的时候了，不是岁修，已经保养都要重新再搞过哈。那所以呢，现在垃圾没地方去，那有些这个地方政府就鼓励他们把那个世界废料给它剁碎，因为里面有塑胶、有橡胶的粒子哦，它可以助燃，而且呢，只要发电到25%呢，台电还买，还用好像每度4块给你买。所以现在哇，大家去搞这个东西，但是呢，烧那些东西，那个就叫绿电吗？不是啊，有塑胶有橡胶就不能叫绿电啊。而且空气污染怎么办？现在废线已经这么多年，还烧，你要烧到什么时候？所以呢，这个它有一套办法变成再生燃料，但你这个其实蛮贵的，而且那个方法蛮严谨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土法炼钢哦，很多大家就去想办法赚这个钱哦。就绿电，很多人在中间想要赚钱哦，也没有按照规定来，所以桃园观音要建一个这个 SRF 厂，那民众就反对哦，就反对你把垃圾切碎就来烧哦，万一到时候让我们中毒怎么办哦？等等哈。那现在昨天还讲说呢，如果将来核电核废料可以解决，那到时候呢也不排除核电哦，因为科技也在发达，将来核废料可以解决啊。侯友宜就讲说，你既然敢喊非核家，你就要承担嘛。你要不一变再变，什么一下又可以用，一下又什么将来能解决就怎样？就你到底是讲什么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跟柯文哲在计较，因为柯文哲说赖清德去找过他，板凳坐1/3等等哈。那赖清德说，哎呀，这个什么只有连战居建李登辉那时候有做1/3了，我没有做1/3了哦，还吵架啊！我们等等再看，我们先看一下侯友宜的能源跟赖清德的能源。赖清德不要一变再变了。配合家园做没搞，马上就说：“哎呀，我要来核电，可以作为紧急备用。”就一讲，马上回去说：“哎，没有这样一个说法。你未来的供电，未来面对碳关税的问题，面对减碳2050的净零碳排，你不要做一搞，变到最后，我真的搞不清楚你的能源政策在做什么。”赖清德。敢讲非核家园，你就敢来用承担，无你就讲你要用核电，讲核清澈。孟凯到底什么意思？是，我想2025非核家园谁提出来？蔡英文政府提出来的，到现在只剩不到半年时间就要这个下一任了，你达不到，跳票了，有道歉吗？没有道歉。那
现在又再拿出另外一张支票，以债养债，这不是办法。就如同说居住正义一样，8年20万户到目前为止就是办不到。那现在没有去检讨，没有去道歉，反而再讲出下一个目标或是下一个空白支票。所以现在我觉得说最悲哀的事情就是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或者说台湾的执政者，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对自己讲过的话、开出来的承诺没有去实现以外，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完全不管。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再者，第二个部分，所谓的 SRF， 这是所谓固体再生燃料啊，它的用意其实是希望是说把一些，比如说纸类、木头类等相关的废弃物变成是嘎嘎类，然后到最后变成是一个燃料的一种。但是不要忘记，第一，它就是火力发电。既然是火力发电的话，你怎么会把它算成是绿能呢？火力发电就是火力发电，再怎么样你就是用废发电，你不是一个绿能的一个再生能源嘛。那蔡英文政府在目前为止20、30、50，我们那时候就讲是说超过80%的火力发电就是让台湾人民以废发电。你现在又把 SRF 这边再进来，即便执行到位，你还是火力发电，更何况有没有不到位的可能，其实是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如同我举一个例子啊，新竹市立棒球场当初看到的时候，就是有下面掩埋废土，把废土掩埋到新竹市立棒球场之后，上面再盖棒球场，工程品质不佳，一样的道理。如果说今天 SRF 它真的去做通过，或者说现在来去大举使用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有不肖业者3头赚？哪3头？第一，他把废弃物收过来，先赚一笔。第二，把它变成是这个相关的燃料去做发电，又赚一笔。第三，它又变成是民进党政府认定的绿能之后，再申请台电的绿能补助，再赚一笔。如果说执行没到位，如果说没有监督，如果说没有去合理的控管的话，就有可能发生这个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些专家学者他有讲，所谓 SRF 虽然很好听，但实际上讲白了，它就是修笨手啦，就是拿烧垃圾来去做发电嘛。那一样。现在就变成是说，他在做这个燃料的时候，有没有精准的把石化、把塑胶、把燃烧的有毒物给排除在外？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发电方式，本来就是火力发电，其实它就不能算是绿能的一环。而如果说我们台湾又背道而驰，明明世界各国大家的趋势就是不要火力发电，但是我们台湾拥抱火力发电，变成是80%以上都火力发电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逼民众以废发电。就是现在一般的地方政府的这个焚化炉是烧家庭的废弃物，一般的废弃物。那他现在就可能把工业废弃物啦、什么塑料啊、什么都给你切碎再燃烧，这问题就比较大。来，蔡委，这个能源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根本来讲，就是说，我国的能源问题就是目标就是不要让民众用废发电嘛，所以就是说啊，我们要以煤转气，或者是说要绿能这件事情。那所以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赖清德他的那个5煤是蔡英文是设定在2050，那赖清德是设定在2040，那侯友宜呢设定在2035。可是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的绿能呢，大概2025到2025恐怕都做不到20% 的这些绿电。那如何让它变成煤转气这件事情，要到2025要占到50% 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在海线啊，我讲一下我地方海线，因为现在进入秋天了，开始东北季风来了。你看它5根烟囱，其实现在只有1根烟囱，它是煤转气。本来呢，大概在去年9·21选举的时候，那个蔡其昌跟卢秀燕在选举的时候，卢秀燕是喊出他2030要那个煤转气，就是5根烟囱全部都要让它不是烧煤的，要全部。那当时蔡其昌呢，他是跟着喊的所以是跟着喊。可是你看现在那个赖清德他喊的5煤是要他喊到2040所以在去年选举完，那经过这也快1年了，看起来我在地方上看起来蔡其昌也没有发表任何的想法了但是呢，经过要进入这个秋天呢，这个东北季风开始来的时候，大概在台中开始往以南啊、彰化啊、这个高雄那边开始，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就是天空就雾蒙蒙的，所以这个是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的嘛所以攻下来都不好啦。其实就是说，哪个执政哪个总统候选人，他能够提出来，要能够可执行，要能够确实去做到。2050当然是一个方向。那截至目前，我是没看到柯文哲喊哪一年，但是他提出了这个碳费这件事情。
我建议2050我们的那个现在叫环境部嘛，他去谈一个2050净零碳排这件事情。但是柯主席在这3组候选人里头，他有提出这个所谓的这个碳费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所以就慢慢的是不是要往这样一个方向走？我觉得还是要往这样子一个方向去前进，但是到底反正双计时在谁要喊2030、2035，我觉得具体喊出来的要能够做得到，好吧？碳税是我看那些这个环保部了，环境部还有说开始每吨320块，然后慢慢跳了。对，国际可能到了3000块了，但我们工商界受得了受不了，现在也不知道了哈。反正这是国际趋势，也必做不可了。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搞什么2040、2050，还有那种调的，还有公共的，到时候什么氢到底能不能发展出来？到底小型核电厂出来没有？那种变数还很多了。我们现在在跟国际比，我们是很落后的。我们嘴巴讲我们要将来什么无碳，但实际上还是落后很多了啊。来，发言人佩芬。其实我现在是看这个能源还有刚才在炒这个罗森伯格的事情，就看到的是侯友宜可能是为了想要挽救他现在非常低迷的民调就是不然蓝白合一直陷于泥淖之中，所以他现在是看到任何一个议题，他就急着去攻击赖清德。刚才是罗森伯格呢也没讲什么，就讲的跟以前一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是那个罗森伯格反对你台独，那现在是赖清德在讲能源的政策，他马上又跳出来说，那你这个核电的问题。可是其实那个侯友宜他才是真的是急转的急先锋，他以前说过是没有办法解决核废就不要用核电，结果现在呢他没有政策一筹莫展的情况之下，马上又大转弯成这个永核的急先锋。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核能的问题，全世界大家都在重新评估，都在重新探讨，到底永核反核还是什么的条件之下呢可以有核能，这个可以在公共政策探讨。可是对民进党来讲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核废确定说有地方可以放，那核安确定能够确保的情况之下，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情况，现实上就是没有办法。那侯友宜呢，他也以前一直也认为说核废没有办法处理，那就不要谈核电。但是现在又大转弯，又要核1、核2、核3、核4各自要除役等等的，又要重新各自要延役，各自要重新来启动等等的。所以我倒是觉得说，一个总统候选人他应该要把他自己的政策说清楚，尤其像能源这么重要的政策，说清楚讲明白，应该是最基本的。休息一下就好了。